好，从上星期五开始，在洛杉矶就发生了，据称是因为 ICE 在洛杉矶执法，在搜捕那些有犯罪历史的非法移民，引起有组织、有规模的示威，并且上升到了暴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位赤裸上身、戴着面具的凶徒。站在熊熊燃烧的 Waymo 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上面，挥舞着一面硕大的墨西哥国旗。那么，似乎看上去这场的动乱或者暴乱是跟遣返非法移民有关，但实际上，随着一天天的过去，我们逐渐看到了民主党它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川普。讲到底，他所推出的6月14号全国的大游行，它的口号就是 “No Kings”，就是叫做反独裁，没有皇帝这样子的一个口号。我们可以看到说，事情如果还原一下，早在上个星期，那美国国土安全局和负责执法来遣返移民的 ICE 就已经在48小时前就通知了洛杉矶的市长。那么，当执法正在进行的时候，就遭到了事先得到通知，并且是有组织的这些暴徒的围攻，以至于 ICE 不得不在这些暴徒冲击那些关押待遣送的非法移民，以及他们执法的联邦大楼、联邦设施的时候，就向洛杉矶的警察提出了求救。你可以想象，就假如说这不是一个 ICE 在执法的情况，如果是我们市民，假如说碰到一群的凶徒来围攻，我们打电话，你猜警察会多长时间到场呢？快吧，5分钟、10分钟。可是没想到2个小时以后，洛杉矶的警察才姗姗来迟，还说是因为那些凶徒把路给堵了，所以他们过不来。不仅如此，在这样子的一个洛杉矶警局他根本不作为的情况下，川普总统不得不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电视画面上，这种完全的暴力的暴乱和明显的有组织的煽动的情况下，他就引用了美国的紧急状态法，他就实际上是召唤了加州的国民警卫队以及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进入到洛杉矶的地区来帮助 ICE。因为洛杉矶警察不作为，要保护这些联邦执法人员的安全怎么办？那就必须动用军队来进行。没想到这个，我们加州的纽森州长就撒谎，说他动用之前都更没有跟我打过招呼，因此这是违法的。明明川普的手机通联记录都显示出来，他曾经在礼拜五的深夜跟这个纽森有过14分钟的通话，并且在动用之前就已经跟加州州长都讲过了。可是这一场实际上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纽森和川普之间的这个对决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就上升到了一个是川普独裁、川普越权。那么所幸的是，当纽森把这个告状纸告到了联邦法院以后呢，联邦法院驳回，说川普有权利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12号会举行听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由于地方的市长和加州州长的包庇纵容，以至于从礼拜五开始的这种暴乱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到普通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看到说电视上面有打砸的画面洛杉矶的市中心就变成了一个简直是不堪入目的，到处都是这种涂鸦，甚至是有人蓄意的、有组织的来用石块和其他的凶器攻击警察，包括燃烧瓶。而有一位投燃烧瓶的被抓住了，被证明是他曾经被遣返过，现在又回到了美国的非法移民，而且他实际上呢罪行累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ICE 在洛杉矶的执法，首先是正当的，第二，由于事先的通风报信和加州纳税人由州长
动用的这个税款去资助的这些所谓的非营利组织，像 Chirla 这样的组织，然后来组织这些的暴动，以至于这个暴动本身来说已经不再是和平的示威了，而是有针对性的去攻击ICE 攻击警察。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说，这个本身的升级它不是川普所造成的，而民主党不仅仅在洛杉矶来升级，同时又串联这种大小喽啰各方势力，牛鬼蛇神，包括 Antifa，包括那些就是为这个加沙的哈马斯来助威的这些的团体，通通涌上街头，打砸抢烧。似乎2020年6月份，因为 George Floyd 所造成的那个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或者 Defunding the Police，以及随后的打砸抢烧，似乎又要在各个城市来上演。那么本身我相信这次和2020年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川普总统他已经有了经验，因为川普总统他有了国防部长的支持，所以他可以在他自己的权力范围里面动用国民兵和军队来进行协助而我们现在来看到的这个多半是在民主党所控制的这些城市将要举行的这些的示威，一定在警方当地市长的不作为或者肆意纵容的情况下，一定会再次出现那种打砸抢烧的情况。难道这就是民主党纪念弗洛伊德5周年送给洛杉矶，还有包括我们旧金山以及全美事实上超过30个以上的城市，在周六6月14号，美国建军250周年，美国建军250周年，华府阅兵，难道这就是民主党送给大家的5周年纪念吗？我们先时间拨回到上周洛杉矶，洛杉矶这个地区它是有历史的，不管是你是讲1992年 Rodney King 演变成历史最大的暴动，老布希总统当时也引用同样的叛乱法1807年来动用国民兵，只不过当时共和党州长 Pete Wilson 是能够与总统合作，所以是原力。这一次，其实洛杉矶的市警局局长 McDonald 已经在接受媒体承认，当时1000个暴徒已经失控。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像纽森后来讲，我想只有英文一个词叫做 unconscionable， 是无法无法通过他良心跟他指天职这一关。事实上，后来法院从上来讲也已经把这个事情澄清。所以，洛杉矶在去年的时候，连世界杯大联盟拿到冠军，没有这些挑动所谓煽动性的这些活动没有这些国民兵，它还是造成暴乱。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然这次我们不是在讲历史事件了，我们在讲6月14号周六，在全美国各地30的以上的城市，其实我们旧金山这附近，我们在南湾矽谷这一块，但旧金山城市也有一些小规模的，没有像洛杉矶这么严重。我们其实是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正常的人是不会为这样的事情去在街上产生这样子暴动形式的活动，所以真的是牛鬼蛇神。2020年5月底 Black Lives Matter 6月这个活动，这完全是那一个同一个风潮的再现。在这里来讲，我想居民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我们第一个我们是为这个国家的平安祷告，第二个呢，我们当然需要法律和秩序。你也看得出来，这个社会确实是有一批人，他们不可能是同时用这样自动暴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这一定是背后有一些阴谋，甚至是用这个金钱来鼓动的一些不法分子，那更不可能是6月14号30个城市串联，所以希望这些阴谋可以被曝光出来，可以赶快绳之以法，因为百姓需要的其实就是
安居乐业，不是吗？有一个挺让人蹊跷的事情，在这次支持这个骚乱，或者支持，也不是说支持骚乱吧，至少说表面上他们支持加州州长或者是洛杉矶市长的立场哈，我们不需要联邦的介入的这一些力量当中呢，居然有工会说，按道理你对所谓 ICE 的执法是针对非法移民的，那非法移民其实按道理抢的就是这些最普通的你们工会自己的 member 哈，你们自己的成员的这些工作机会，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利益。我觉得工会是最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反对 ICE 执法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出来说我们觉得说这个做的不对呢？我觉得这个里头确实是只是一个纯政治的计算，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觉得说他们是真正的为了洛杉矶好，为了这些劳工的利益好。是从种种迹象来看，你看 Karen Bass 哈，这个洛杉矶的市长说的，就说一开始说我们的警力足够可以应付这样的情况，问题我们眼中看到的就不是这样的情况，社会还要乱成什么样子呢？你就想想那些堵在101路上那些人是多么多么的 frustrated， 我们只是想过一个生活而已，我们上班也上不了，回家也回不了，接孩子也接不了，这个全程冒烟，这些人暴徒们戴上面具戴上头盔，你们按道理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如果光彩的话，何必要去不用真面目示人呢？最后说还是这是一个和平的抗议。想起来这个当年 CNN 那个著名的新闻画面哈 ，most peaceful but fiery 啊，着的大火，但是是非常平安的，太可笑了。赵阳，好的，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普通民众来说呢，我们看到电视上的画面，我们的确有很多的不解。不解之一就是那些人挥舞的是墨西哥的国旗，如果真正是按照他们的话术说啊，这些人都是为了追求美好的未来跑到美国，想要在美国留下来，对这个社会做贡献，那美国给了他们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给了他们这些的福利。为什么说给了福利？加州每一年是几十亿的经费，是给这些非法移民医疗的补助、教育的资源食品的食品券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福利。哦，他们现在就举着墨西哥的国旗在那里进行打砸抢烧，这不是很讽刺吗？假如说你是真是爱这个墨西哥，那你应该回去啊，没有人阻拦你啊。你到墨西哥，你再来试试看，一边挥着国旗，美国国旗，一边开始打砸抢烧这些街上的这些商铺啊、汽车啊，我想在墨西哥的毒枭可不惯着你，一定是二话不说的把你拉到这个巷子里面就给你一通烂揍，甚至你连命都不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情况。好，那川普为什么这次非常强硬呢？我们刚刚讲了，除了他有了2020年的经验，除了他有了国防部长的支持以外，同时民调始终显示这些ICE 的执法是深得老百姓的人心的。那这过去这几天，一边洛杉矶的大火烧着，另一方面，川普的民调也火了，你看蹭蹭蹭就开始往上升呐。所以有了这样子的民众的支持，当然都是不在洛杉矶，或者是主要都是在美国其他的加州以外的这些州的这些民众的支持，那川普更是有底气，不惯着你哈。那我们现在看到，一方面洛杉矶的市长说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应付这个局面，另一部分马上就宣布宵禁。宣布宵禁是什么意思啊？你已经失控了嘛，你要把这个整个升级，所以升级的不是川普，也不是ICE执法，升级的就是民主党后面那个只要逮到机会就来反川普。其实讲到底，你看他们选的日子，从他们暴乱的时间等等，这些都是有计划的，甚至后面有金主的。我们先看前面这些在街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一些人举着牌子叫做 CHIRLA CHIRLA， 那这是一个什么组织呢？这是一个所谓的加州人道移民权利组织，洛杉矶。他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已经接受了加州政府$3400万的资助，而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他们的口号就是废除 ICE，所以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去组织煽动这些破坏美国合法的这些移民规则我们合法移民的权利的这些组织，居然可以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并且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煽动他们去来做阻碍交通。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任何的和平示威都不应该阻塞高速公路。原因在于什么？我们大把的公园啊，去呗，海滩去呗，你为什么要阻塞高速公路？其实一旦你阻塞高速公路，你就不是一个和平的示威了，你就是一个非法示威，你就是一个暴力示威，因为你是用暴力去阻碍那些通行的车辆，阻碍那些破坏这些公共的秩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看到在美国需要法律和秩序，也就是 law and order 的重要性。好，那我们再回来讲，我们看到电视画面上那些打砸抢烧的人多半是什么？穿着全身黑衣，戴着一个 beanie 的这种头套或者是一个头盔，戴着这个口罩，背着一个 backpack， 那这个背包里面装满了他们事先准备的武器，包括石块。其实你可以动脑筋想一想，如果在一个城市的市中心，你要想要去找一个石块，都是很费劲的事情，除非你早有准备。也就是说，那些人是带着石块去到现场的。那我请问你，那么这个样的示威还是和平示威吗？更不用讲说，他们不仅带了，他们还使用了，甚至不仅使用石块，还有使用比石块更致命的武器，包括燃烧瓶。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已经脱离了过去所讲的和平示威。6月14号，同样的，其实从我们历史上来看，它的示威和暴乱和打砸抢烧都是同步的。你从来没有办法来想象，就是说这些民主党他所组织的这些的活动，事先组织的这些活动，没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说。2020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当时是在这个 Fremont 看到由从北向南的这些的暴动一路的蔓延下来，于是我和市长我们就紧急商量，我们最后在阿拉米达县是第一个提出宵禁的。为什么要提出宵禁？很简单，有一些组织先提出一个游行申请，他们游行的时间，请记住啊，是晚上8点开始。那你一看就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之后就趁着夜幕就要开始来打砸抢烧了。这是他们在其他城市的惯用的伎俩。因此，我们实行宵禁，我们8点以前可以示威，8点以后就宵禁了，不可以。所以，我们 Fremont 在那个暴动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遭受过打砸抢烧的。那么就这么简单。更滑稽的是，昨天我在跟我们 Fremont 的警察局长在谈现在洛杉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讲到在奥克兰和旧金山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你要知道，在这个奥克兰和弗里蒙市的警察局之间呢，有一个彼此之间的协议，当一方警力不够的时候呢，另一方面呢会出动警力来支持，这个叫做 mutual aid。但是呢，在2020年的时候，尽管在奥克兰打砸抢烧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但是居然奥克兰市的市政府给奥克兰警局下达死命令，说你们警局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得携带武器，不得携带任何防爆的设备，比如说盾牌、头盔或者是警棍，就要求警员用肉墙去来抵挡那些向他们投掷砖块甚至是燃烧瓶的这些暴徒。那在2020年的时候 Fremont 接到了奥克兰的请求，说我们警力不足，你们要去帮我们执法。结果我们 Fremont 的警察局长断然拒绝。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用肉身去执法，那么是没有办法保证我们 Fremont 的警员的人身安全的。那么沿用到今天还是一样，假如说
在未来要在奥克兰发生的这些的示威也好、暴乱也好，要求 Fremont 出警，那么我们同样是有拒绝的权利，除非我们警局的人员可以能够保障我们警察人身安全，否则我们不会出警。所以你从这些的这个细节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民主党执政的这些大城市，讲的不好听点，他们的这些政客靠着这群暴动啊，能够持续长时间的来在他们的政治上面能够坐稳，时不时是发生暴动，他们把这个罪责都归咎在那些遵纪守法的，或者是提倡法治的这些的保守的这些的阵营上面，包括这次又把责任推给川普。其实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已经把遣返非法移民作为他的政策之一。同时，我们看美国的历史，不管是民主党的总统也好，共和党的总统也好，都是在任内遣返非法移民。当拜登是做的最差的一届，你看奥巴马曾经拿到过遣返非法移民的表现最佳的一个总统的一个称号。克林顿总统执政的时候也做过。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在跟川普竞选的时候，他也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说所有的非法移民应当遣返，这些都是在历史上的。为什么到了川普执政的时候，他就做不得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民主党政客他们的虚伪性。我也可以大胆的预测，因为这次洛杉矶暴乱以及纽森州长的处理，他2028年选总统就别想了，因为全美国的人都真正看到了他的嘴脸，让他这个各种以前似乎想要离开那些极左的政策，向中间靠拢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因为他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前面所做的一些似乎想要笼络中间派选民人心的这些的举动，那么现在通过这场大火是烧得干干净净。的的确确，其实从一个策略眼光来讲，老实讲还真没见到这些激进左派政客这么没有头脑、没有策略的这些成绩。为什么呢？本来在最近川普的民调是往下走的，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一些关税经贸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下好了，洛杉矶的因为遣返非法移民，民主党激进左派再度好像跃然而起，你发现说他什么功课也没学到，真的什么功课也没学到。世界上有这么笨的一群人吗？那选民全国选民去年甚至包括年轻世代一大堆的分析都已经说明，极左政策是选民所唾弃的。大家需要的就是一般人心中我们讲的安居乐业、法律秩序这么一个简单的诉求。他们去年挫败，这个挫败之后长达6个月仍然是躺在地上。现在这么一个环境一刺激，他在骨子里的这些心机，这些无法对选民交代天职的这些他的作为再度显现出来，那又让大家回到在过去几年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说他们实在是什么也没有学到，那反而帮助他所要打败的保守阵营诉求大家需要的法律秩序。这是一个看得其实非常清楚的事情。当然现在就像我们说这个事情，现在6月14号请大家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因为现在事实上应该要超过几百场以上的这个示威活动已经变成一个大规模。当然这些有心人士、这些幕后金主这些我们也会有很多人不明就里的上。我们希望6月14号是大家能够用一个祷告安静的心为这个国家社区祈福。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居心不良的政客，包括纽森呢，他们的真面目能够透过现在的媒体让大家再次看见他们是不够资格来带领这个社区跟国家的。刚才邵阳你提到在这个街头上我们看到洛杉矶很多的挥舞的墨西哥国旗的哈，
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说，很多被遣返的可能是从这个国家来，但是呢，其实后面的更大的一个怨恨，或者说左派的一个论述里头是这样的意思：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们的。所以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把一笔历史糊涂账就这样去简化的，就好像真的美国不应该有这样的边境，美国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主权，这个事情就应该被随随便便的被不管从哪个地方过来的心怀不满的人去宣告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但其实想一想，就像古巴这样的国家，我们没有看到哪个地方示威会挥舞古巴国旗？佛罗里达，你说是不是有很多古巴的移民？是，但是大家从这个共产的政权走出来之后，知道那个东西多么糟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挥舞那个旗子。那你来到美国，本来这个地方给你这样可以言论自由的一个机会，你会用这样的一个用砖头和石块和混凝土去砸路过这辆车的行为来去滥用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完完全全就是不顾及其个自由的最基本的东西。我还看到有记者采访这个街头上这些抗议的人，还真的有人说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回到像苏联前40年那个时候的样子。说想一想啊，那是多么残酷，都死了多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代哈！这些人真的想的，我们要把这个资本主义干倒，我们要把这个自由市场干倒，我们就是要用政府的管制、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共产主义来去解放这个国家。这个简直是这个国家可能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威胁哈！说实话，如果这场思想斗争如果还不能够因为2024年的这样的一个大选赢得了，那看起来我们这个路还挺长的哈。我就是担心美国主流媒体还在继续 reframe 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还在把这个事情描述成一个好像只是出于对一个人权的一个践踏，好像对这些人多么不人道。我觉得还危险还挺大，这也是为什么纽森这样的人他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赌上他的政治的未来。刚才邵阳你说的预测的未来是他不可能，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我们甚至说希望民主党能不能清醒一点，就是说不要把他选成候选人，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的？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还在去，好像我们在讲的是一个常识，但是还得必须得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东西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甚至我们在那个游行队伍里头，你能看到还有挥舞着巴勒斯坦旗子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各种各样其实就是被一些谎言不完全真相所蒙蔽的人，他们却觉得说自己是真理在握的这些人，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手法。所以纽森现在基本上是说试图去重新定义一个完完全全找不到方向的民主党的未来，居然定义这个党的人现在就是他《华尔街日报》上写的就是他已经成为了这个反对党的领袖哈，这是非常可悲的。也许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以稍微谈一谈美中的伦敦的贸易谈判，也许孝宏从你开始吧。是的，话题转向美中伦敦贸易谈判，其实真的是众目所瞩。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位观众家里面圣诞节要买的礼物，平常孩子们的玩具，还有日常用品的物价，多多少少总是跟这个相关。的的确确，我们也说过，大部分的这些日常用品，中国制造是无可取代。总算，财政部长 Scott Bessent、商业部长 Howard Lutnick，以及贸易代表 Greer， 总算，我想商场界这些有经验的老手将这次谈判谈到一个主轴，虽然还有很多细节可能还在中国请示美国这里要去拟定，但基本上从发布的新闻我们知道几件事情。本来90天暂停期间的10%跟30%，就是对中关税30%，对美关税10%，现在基本上是55%和10%，但其实这55%当中有25%是原来就有的，只是让我们在这么对比之下，能够显得美方比较占了一些优势。
最重要的是，这次和谈奠定这么一个基础，有许多深远的影响。第一个，对商界、企业界、投资界，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会出现极端的一些条款。这是在这种宏观动荡之下，各界在企业界、投资界、金融界所需要的一个稳定性。这也就是说，这90天的一个暂停期基本上会延长。那第二个，企业界就比较可以开始估算成本冲击，因为大家有所不知，现在企业界许多都是处于暂时停止招员状态 （hiring freeze），这也是能够理解。所以这样子，最起码你知道这个冲击的程度。第三个，美中在这个主轴其实也看出来了，因为美国对中国能够恢复对留学生签证，当然还有这些飞机引擎，但留学生签证这件事情是中国能够取得的进展，但美国没有把辉达晶片，没有把 AI 晶片这样的解禁，这个仍然是一个正确的。这怎么后面可能还有很多下文，但是同时中国也就不再用稀土来卡美国的脖子，因为稀土要用在美国的汽车产业甚至战斗机。当然，美国还有另外以后后续要做一些战略部署，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同时呢，对于其他还没定的，包括欧洲跟东南亚国家呢，既然美国跟中国也已经是这样一个趋于理性、可预测的方向，所以没有任何的太多的道理呢，对其他非中国的区域呢，采取一个很不合理的一个方案。所以简单讲，也就是说呢，夏天应该要开始渐渐进入稳定趋势，这对这个国家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大家所需要的一个信心吧。其实哈，我觉得这个信心，与其说放在这个美中谈判最后的结果上，不如说应该放在美国政府上面。为什么？我始终对一个没有诚信、不认真履行协议的一方，我觉得跟他谈判是白费口舌，这些都是一些的政治烟幕。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说，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的第一阶段采购协议。中国履行了吗？没有履行。日内瓦讲的好好的，回来过以后，稀土倒不给。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本身来说，这些都是可以看到它的劣迹斑斑。那现在因为稀土不给，那川普说好，那你不给的话，我就提出大规模限制留学生的签证，作为一个反击。于是大家又回到伦敦，然后大家又开始说，那好吧，那我给你稀土，你把这个签证给拿掉，好不好？那这个本身来说，又回到原点，又回到了日内瓦当时所谈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说有报道说在伦敦谈判的这2昼夜是充满了各种的激烈的交谈，甚至谈判濒临破裂。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打电话给川普，他谈的根本不是贸易，他谈的是台湾问题，他谈的是其他一些的这种的，他说不要让美国的反华鹰派在政府里面占上风，等等这些跟贸易一点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川普是要解决关税，是要解决贸易，而中方实际上他把很多的东西都混为一谈了。以至于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最多大家是又回到了日内瓦的一个情况，但不排除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要来做一些的动作，好像似乎给大家一个定心丸，但是整个的协议那不是说一方想要破坏就破坏的，所以认真履行是大家的期待，但是这个期待是否太天真了？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也看到说实际上在川普他在处理这些的关税协议的时候，除了中国，还有好多其他的国家，重要的盟友，比如日本、韩国、欧盟这些都还没有最后敲定。我们甚至是我们一开始以为的第一个国家，印度，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都在猜说啊，印度是第一个要跟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到现在都还没有最后板上钉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完全可以有任何的理由，就把过去在伦敦或者日内瓦跟这边的所谓的共识就可以取消掉因为他看到说美国对待其他的国家是这样的，那我也要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我也要求跟盟友一样的情况。所以讲到底，寻求稳定性是我们大家的心愿，但是有没有稳定性，我看悬。当然了，现在事情可以算是趋于和解的第一步。换个角度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真是为财政部长 Bessent 要给他按2个赞，不愧是商业界的资深投资跟管理人，他的谈判能力是相当的对我们有帮助。大家看到商业部长 Howard Lutnick 透露的一个小故事，因为中方本来是一定要拿到辉达芯片，要人工智慧解禁，据说是财政部长出了一个奇招，那他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就向中方要奇音速飞弹，这个有意思哦。事实上，中方好像就比较理解了，因为中方当然不可能将自己手上的王牌一个 ace 给他，那同样的道理，所以因为 Scott Bessent 也就是说，那你们就把极音速飞弹也给我们，这样这个事情中方没有恼羞成怒，这个事情也就此摆下。这个是商业部长说的故事哈。那我想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报道说，其实在日内瓦的时候呢，Scott Bessent 做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动作，他抓起泡咖啡的砂糖一点，他说这一点芬太尼可以把我们这一屋子的人都杀死。他又抓起另外一把，这一把可以杀死整个日内瓦所有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开始让中方就比较不会再说那是你美国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财政部长在这些事情上不愧是商业谈判这些老手，我们的政府需要这些有经验的人。同时，当然，我其实也不反对邵阳所说，大家英文说 "Don't take it to the bank"， 你别现在就去兑现了哈。这最多只能说是提供审慎乐观的一点基础，往前希望能够渐趋稳定。那但是这件事情呢是大事，因为整个关税基础，我们一开始就说都是以围绕中国为中心。如果跟中国能够，那如果中方不再出一个稀土第二章又来做个什么动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趋于稳定，能够 set the tone， 帮助其他的国家也能够有一个理性的基础。就像我说，他们的条件没有道理要比中国差，那么这样子的话，我想企业界、投资、金融、民众就比较相对可以往前走。同时，现在通膨至少目前还没有起来，看得出这个趋势呢渐趋缓慢，所以就开始预测说联准局是不是年底前可以降2码？我们希望国家往这个稳定的方向走。不过说到底，这个还只是一个休战嘛。伦敦的这个叫 truce， 它只是说回复了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战争等于说状态还是存在的。而且我看其实小红市场并没有对伦敦的这个会议有特别激烈的反应，也没有下跌的很厉害，也没有上涨的很厉害。我倒觉得好像听到一些其他的这些消息，比如说川普昨天还说他当然说要推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成果，他说我非常的高兴，但是同时他的这些商务部长也透露很多其他的消息，比如说我们跟欧盟的谈判非常的困难，而且说和欧盟可能是说最后一个要达成协议的。目前是说英国肯定是第一部分的协议呢，几天之后就生效了。
那其他的说像韩国和日本可能谈的还相对不错，但是最多也就是15个国家可能是面临着一个有机会去 deal 的机会。那至于说其他的那150多个国家的话，可能还什么都还门都还没摸到啊，可能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吧。那最终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也谈得差不多了哈，其实都是笑宏也希望说在企业界呢有这样的一个贸易战上的停下来停一停，我们冷静一下。我们当然更希望的是说街头的这样的一个暴动骚乱完全 stop，OK， 这是我们觉得说应该大家通过舆论的力量，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我们一定要去批评谴责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就想一想说他们真的没有学到功课，笑宏说的特别好，完全没有学到任何的功课。想一想卡马拉哈里斯那个竞选的伙伴 Tim Walz 哈，那个是当年在2020年的时候，明尼苏达着着大火的时候的那个执政官，那一个州长，他成功了吗？他出来的时候辩论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去吹嘘自己2020年什么都没有做，纵容这些暴徒？这是他脸上贴金的东西呢？其实是被川普一直打脸。我相信这个情况大家都能看清楚，也感谢观众今天的支持和收看。关注我们的西谷龙门阵，转发我们内容，点赞评论，谢谢。今天就直播到这儿，也谢谢2位嘉宾。